这张我们现在已经上面有一组，这里有一组单的，那么这个构图从下往上长了一个大枝干上来，上面我们就把它画得更多旁边这一张先不管，先把这一张完成。那么我们要想把它变得更多，那我们就在它的基础上增加就可以了。但是增加的时候要注意，它们的宽窄、浓淡，还有就是这里形成一个块面感觉这里很平，其实这些平没关系的，有时候我们是故意让它平的因为旁边的会有很多变化。这里我们可以让它更加平一点。我现在增加的时候也是为了让多的地方更多。所以画的时候平和这个有变化的，它们也是一种变化的，不是说每一张一定要变化很多。要这一张和另外一张对比，因为我们画的是一套那么这一组我们就要在增加的时候，不一定像我这样增加，我这样增加只是一个启发比如说我增加了这一组，其实它有一点排队了，那么排队了以后，我们又继续去把它转换把它改变，但是有时候确实就是需要比较平的然后这里我们可以让它更多这里非常多，这个多的里面我们让它更多。我现在增加的是比较淡的，其实增加后面的会比刚开始画的时候难度要高因为它一个要注意浓淡，一个要注意整体，一个它又要注意旁边的其他的3条总共是4条，我们就让它们的形状不同，大小不同，每一个步骤都有注意的知识点这里我就故意让了很多，越来越多。这些关系其实说白了也没有那么难只不过也就是增加了数量。因为我们刚开始铺的时候已经把大关系画出来了，大关系出来了以后，这些小的变化就在我们整理的过程中不断的推敲就行了。当然这些推敲也要需要一个对比中产生这里比较多，这里有一个单的，上面我可以出现一个更加小的这里我们就会出现一个更加跳出来的一组这只是一组，跳出来一组，然后上面这些枝干我觉得很单，也可以再来一点很小很小的来辅助这些很小的辅助就很重要一定要有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就是不断的把它增加，把它加强密得更密
空的更空，下面这个大空白我一点都没动，我一直在上面增加，这里还有更小的。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们的大小的对比，还有这个整体，这一大组和这一小组和这个辅助的这些关系都在重复啊，所以我们特别是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要把这些关系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规律，然后可以把它举一反三，变成各种画面啊。所以这张我们画了3个晚上，我都还没有完成，可能今晚上也不一定我能完成，后面可能还会增加一些东西，我就把它当成一种看图片写生，然后把它变成创作的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很多，所以我们在画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训练的过程中，要把这些关系把它拆开来非常理性的去对待这个画面。当我们可以理性的对待画面的时候，很熟练的情况下，我们再加上我们的感性所以很多初学的，一开始就加感性进去，那种是立不起来的，那种是没有用的。一开始都还不会画，就加上自己的感觉，那些感觉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别人感受不到，因为你还没有驾驭它的能力。就像我们画画的时候，经常有一些好朋友说，这张画我画得很好啊，或者这张画我画的用了什么方法，或者是借用了某一个时代的名家的用笔呀，或者是某一种感觉啊，这种都是自己说而已。你在画面里面，别人才不管你别人看的是画面，不会看你的讲解。所以我们画画的是用画来说话，不是说你去讲述给别人听。我用的是浓淡，我用的是干湿，我表现的是什么意境这些不是。我们要看的是画面，我们看到画面，我们自己会有感受，不需要你去解说，如果能够解说出来的这些，它就不是我们的这种感觉了。当然，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因为这张画我是画的比较慢，我一边画一边讲的目的是。给我们已经报了名的家人们就是大家知道我的创作过程和我的写生过程和我的转换过程，所以我画的比较慢。好，刚才我们就增加了几朵花，现在把这个新增加的花也把这个过程完成。新增加的花也要加一点太白都让它统一，淡的地方增加一点。好，现在花又增加一点了，撞了一点太白，还要撞一点点藤黄。
其实这一张我们画的这个花比较多，然后下面的空白也比较大，但是我们画的时候不要着急去把它完成。我们画下一张啊。这一张我们已经画了比较多的花，其实单看它不是很多。现在我们来画中间这一张，一张一张来。我们每一张都要去考虑这些关系啊，而且要把这些关系是随机应变的去完成。比如说像这一张上面不是很多，但是它已经很多变化了，我们可以不在上面增加，我们可以在下面增加啊，这样它会形成一个主次，形成一种对比。我们可以在下面增加一组，这个是看画面的需要，也是看我们自己的感觉去决定的。因为上面它已经出现大小不同、疏密不同，下面我们可以再出一组啊。这一组我们出现的还要考虑其他还有2张，那么这一组我们画的不能太多。因为旁边这2张也比较多了，所以这一张我们要出现，我们就要看左边2张来决定我们画的这张画多少。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去观察前后左右只要在画面出现，因为4张是一套，它就是形成一个整体。画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当成一张画来看。这里我们就可以增加，比如说这里断掉的，我们可以增加叶，可以增加花比如说也可以增加一些零散的这些花瓣啊。这里我就故意把它画得很散，非常散啊。这个因为左边的2张那2张已经出现了，已经很多了，所以这里我们画的很少。这个是看情况一点点就行了，可能这里还增加一点点很小的来破这一个大空。这个大空就等于是我们说的那个缝眼破缝眼不能在中间，破到1/3的地方。尽量的做到每一笔、每一个花、每一片叶子都是我们有意的去经营的，哪怕我们画的不好但是它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积累不好它也给我们一种积累，因为我们很用心的去经营，但是出现的效果不好，没关系，下次我们就知道1次、2次、3次、5次，1年、2年、3年、5年我们就会慢慢成熟。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千万不要才画一组，或者是还没画2天，恨不得一张画都还没完成，就在那里纠结就在那里难受。哎呀，我怎么画不好呢？你才画多少？才画1张纸都还没画完，怎样才算好？就像我们去北京学习的时候，那老师布置的作业可不是1张那可能是几刀纸几百张练习完你再说话，要不然你就别说话。
一刀纸也就100张啊。那在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就是100张纸也就是几天就完成了，1个礼拜。然后从中得到的那种训练，然后再去画一张小画，然后才能当是作业。就像我们在这个抖音平台，做的这些小课程，很多人交的作业，恨不得1个礼拜也就是画那么一个小局部，然后当成作业来交。有些搞不好就是到交作业的时候，急急忙忙画那么一小组来交，这种根本就不算作业，根本就不是。好，那么这个花出来以后，我们要增加一层叶子，这个叶子要跟上面的方向统一。想到哪画哪，画到哪看情况怎么增加，没有任何的设计，没有任何的这个一定要怎么样啊？我觉得这种很真实，很接地气，也很有意思啊，非常真实的一种表现，非常感谢啊！我也很喜欢这种状态。其实我们画画就是。本来我们的生活就很紧张啊，或者是很那个，比如说，各种方面吧，对吧？但是我们在绘画的里面，这一张空白的纸，我们可以尽情的去发挥，有我们的想象力，有我们的创造力，有我们的有感而发的这种随机应变的一种意外收获，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是记录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向往的一种状态。好，这张我们就先加到这一小组，这里有一个空白，我们可以把这里增加一个叶子，或者从这边长，或者从这边长过来，比如说可以这样长一组叶子过来从这个枝干长出来，然后从这里来一点点小叶，因为我们要考虑到上面的花、上面的叶，还有左边还有右边所以这个不是取决于这一张，而取决于旁边出现的来决定我们怎么去改变，怎么去增加。增加的越少，其实考虑的东西越多所以这张套画我画了3个晚上还没画完，就是因为我想把每一笔都能够一边画一边讲出来，这样对我们的买了课的学员们会很清晰的知道我的这个写生创作过程看图片然后把它转换成作品。其实看图片和现场是一样的。好，这张我们就先画到这。每一张我们都是画一下，停一下，不要一口气画完，因为它每一步跟旁边都有关系。不要一意孤行不要把自己这一张这一条画的很过瘾，把它画的很满、很充分，但是跟旁边的就脱离关系了。所以这个我都会一边画一边，还没画完我又跑到另外一组来画了
这个也是给大家一种启发。好了，我们现在是第3章啊，今天晚上增加了第3章。那么这一章它的状态是全都是往下坠啊，包括上面也是往下坠的。那么我们要增加它的势，我们把这个线条增加，往下坠的势，让它更加强烈啊。比如说像这些枝干，我们也让它往下坠，往下坠，它又长出这个花。我们把它这个往下的这种势增强啊，把它变成一种排列，一种线组。我们特别是大家在自己构图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思路，你要故意性的啊，有意识的去增加它的势，它往下你就让它往下，它就会很顺啊。这个绘画它和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他喜欢这样，那你就让他这样，他就会很开心啊。他喜欢这样，你硬要让他成为另外一种状态，他就很难受。所以就是讲来讲去，我又讲那个唐老师了，那个唐秀林老师，他讲过一句话，就是画面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这个画面它肯定会好啊，它肯定会舒服。画面舒服，我们画起来也舒服，大家看的时候也会舒服，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经历吧，也是一种关系。那么它很顺，往下坠，那我们就让它很顺往下坠就行了，那它就会很顺畅，气也顺畅，气也畅通，是吧？这种感受、感觉，我们就让它很顺畅的出现，它就会很舒服。你不要都是往下的，你突然间又来个往上，它肯定是憋气的，而且是跟它是有对立的，啊，我们要灌气，这个画的势也是一样。啊，包括这些枝干，我都让它往下坠，而且我还加强，所以在画的时候就故意有这种状态啊，就让它很强的这种感觉。就像我们说的写生啊，讲到的是取舍，讲到的是夸张。那么取舍什么，夸张什么呢？取就是取它很漂亮的地方，舍就是舍掉一些跟这些画面没有用的啊，多余的、雷同的，对这个画面不起作用的啊，或者对这个画面是起到反作用的这些东西，我们就舍弃它啊。它就会画面很顺畅，这样我就增强，把它往下坠的这种感觉啊。当然画的时候可能会表现的不那么到位，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思路，有这样的感受啊，有这样的这个意识去做这个事情啊。做的好不好那是没办法了，那个是水平问题，水平问题是不是1天2天的事情啊？水平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又做不了假啊，又装不出来。但是这些意识我们可以去加强它啊，都是往下坠，我就让它坠得很彻底。枝干不够，我还会增加花
啊，花不够还增加叶，就是故意把它这种缀的势增强啊。所以我们在画一张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增加，不知道怎么去补充，那么就是你增加的时候没有思路，没有不肯定啊，有思路以后就好办了。最怕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但这个是知道和做到，它是有一个过程，但是总比不知道好一点。我知道了，有可能我做的不好，但是如果不知道，那是肯定做的不好。然后我们画出来以后，继续把这个叶子，这个叶子它也是跟往下的这种势形成一种对比啊，所以我们在增加叶子的时候，也是让它往下，跟这个花形成一种势比如说像这个花，它的叶子会往上长，然后它又往下。而且我故意性的把它增强增加它的这种方向性和统一就像我们看那个任百年的，他画的紫藤，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任百年的大家看他画的紫藤的叶子，基本上方向非常非常统一的。随便搜一张任百年的，它的方向都是很统一的。而且他是故意的，不是说这个紫藤就是那样长。真实的紫藤什么方向都有。为什么我们画的时候就会把它故意性的这样去经营？这是一大组，这是一小组，这是更小的一组3大组，大中小。3组成立以后，我们再去增加一些小的点缀。点缀的东西，它就是点缀，可有可无的没有它也成立。所以我们在画一张画，画的很多，画的内容很多，或者是画的构图很满不管再满的构图，我们画的东西它都是一种重复出现它绝对不是乱七八糟的各种方向四面八方的长，那肯定会乱掉不管是简单构图还是复杂的构图，只不过也就是增加了量。3组大中小永远不变哪怕我是画一个大丈2的，我照样也是分3组。
然后零零散散会分很多小组，但是大的三组是不变的。啊，现在这个又增强了一点，但下面我们增强了枝啊，这些地方我们还要增加一些花，因为它增加了枝和叶，它就显得空了。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枝上面又去增加一些点缀，啊，比如说在这些地方又增加一点小的点缀，比如说这里啊，增加很小的花。但是我画了这些花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它和它们都不能一样，而且要和它们要统一，这样它出现跟其他的花才有作用。一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一个是起到点缀的作用，一个也是起到增加画面的丰富性。说白了就是填空啊，因为太空，我们要增加东西，要不然画面太少，内容太少啊。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内容多而把画面搞乱，这些分组方向一点都没有变，一点都不乱。啊，我们可以增加很多，它还是一个方向，还是一个组合，啊，都不乱的。这里我要增加一组淡的啊，虚一点，因为这个空白那么大，我需要东西来破啊。像这些都是属于在填空，给画面增加内容啊，给画面增加这些丰富性，但是它还是服从于整体，它不乱。而且还注意大小，这一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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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它们的大小都不同。因为在画的时候，我都会在看啊，都会去不断的看它们的这个大小、形状变化，这样一步一步的去往下延伸啊。这里再增加一点，我想把这张画的更加多一点，但是它的方向一定是统一的。